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高嘉瑜委员、林国成委员、尹乃菁小姐、林佩祥委员、叶元之委员、陈伟杰议员。好，那么习近平跟普丁视讯，哦，将来我看那个川普也会跟普丁视讯啊，互称亲爱的朋友，哦，而且谈川普、乌克兰跟台湾，哦，这是目前这个尤其川普最近很热门哈。那另外呢，普丁说，俄中关系全面要加强，这是符合两国的发展任务。其实也是当时美国蛮逼去的了哈。本来俄中中间也有一些矛盾了哈。那你比如说举例来讲，这个西方杯葛俄罗斯车子、汽车不卖进去，那现在俄罗斯的汽车90%是中国去的，你不卖他卖嘛，就变成这样子啊。那另外呢，习近平跟川普通了电话以后，跟普丁视讯。说中俄将跟美国建立互相尊重的关系哦。那另外呢，普丁说坚决支持一中原则。现在反正他们谈了95分钟很长啊，我90分钟，你平常电话哪有讲个3-5分钟了不起了？也谈到台湾了，反正只要习近平去跟他谈话，跟川普也是一样，一定会谈台湾啊，我们核心利益的核心利益哈。那另外呢，这个。川普说正在讨论2月1号起对中国征收10%的关税，哦，其实10%已经算少了，本来说要征60%，哦，10%，当然它原来就已经有7.5%到25%的关税了，其实加上去的，哦，所以原来已经有一个关税的，那现在要对墨西哥跟加拿大征25%哈，那另外呢，川普还说你不把 TikTok 卖给我们，我们就苛征关税，哦，那大陆就说那是企业主决定的，又不是我能够决定他卖给谁不卖给谁哈。那显然他们很想马斯克去买哈，那马斯克如果要买 TikTok， 川普说我愿意开绿灯，让你买吧，啊，我的朋友啊。那中国的副总理丁薛祥是说，中国不追求贸易顺差，他一年顺差很多钱呢，好像3-4千亿美金呢，这么高，所以中国现在的那个外汇存底有近2兆还是多少美元，非常多。我们台湾。出口也算是很重要的，搞了40-50年，头几年不算了哈，也不过就是40年，也不过现在就6千亿美金了。他一年就3-4千亿美金的这个顺差，那我不追求啊，因为川普现在说你赚我太多钱了，不行啊，我要扳回来啊。我们看一下，普京总统先生，习近平与普京又视讯了，以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和坚韧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大陆官媒报道，习近平还提到，双方要继续深化战略合作，坚定相互支持，维护两国正当利益。Согласен с вами в том, что в основ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осквы и Пекина широкая общность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и совпадение взглядов。外媒指出，川普就职后1天内，中俄元首立刻会晤，显示中俄希望协调对抗美国。尤其普京向习近平提出，解决俄乌战争必须尊重俄方利益。美国至今未提出具体方案。You've called for a ceasefire in Ukraine. If Vladimir Putin doesn't come to the table to negotiate with you, will you put additional sanctions on Russia? Sounds likely. 川普放话可能制裁俄罗斯，同时正考虑2月1号起也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10%。北京尚未回应。I think Chinese officials have learned quite a bit in terms of how Trump operates and his personality from his first term of office. So I think at this stage they appear to be trying to avoid unnecessarily angering or triggering the U.S. president. CNN 分析，北京认为川普非常不可预测。但也更加具有交易性，因此北京仍持观望态度。好吧，现在的这个路透社是说呢，川普意外推迟对大陆的关税，这个加拿大、墨西哥都说2月要征了，对大陆好像你不卖 TikTok 给我就征啊等等，但是而且只有10%所以呢，认为说美中关系重置的可能性它要提高，就希望重新开展一个新关系。来，原之怎么看？对，但川普因为
他刚刚上任嘛，然后他这个就职宣言，或者是最近他在签那个行政命令，他说扬言签到手段为止，所以讯息量非常大啦。但我觉得川普基本上，因为你很难预测他，但是有一个中心思想，反正他就是他现在自诩为自己是有天命要拯救美国嘛，然后所以就是美国至上，就是以前讲的都是以前的事情，现在就看他觉得怎么样对美国好他就做。那对中国大陆的关税的话，现在为什么10%不代表以后不会有，而是他当然是会担心反扑嘛，因为他给中国大陆继续10%的话，中国大陆也可能会增加关税。那如果他没有办法完全摆脱对中国大陆的必须有一些零组件或者一些产品的依赖的话，像中国大陆有一些产品很棒嘛，像太阳能的东西啊，或者是电动车的东西，你不能摆脱的话，两边如果关税战是两败俱伤，所以他当然就是一步一步来。那至于说对于像加拿大、墨西哥，他为什么敢说一次要调到25%？因为他觉得他对他们的依赖比较小，人家对他依赖比较大，所以市场谈判的权力比较高，所以他才敢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川普他还是会第一个就还是会有所顾忌的。第二个我看川普最近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他准备要去报复那些在选举的时候有针对他的人，例如一些调查机关或者是司法部门，他认为这些人在选举的时候一直针对他，对于他跟他的支持者有很多不当对待，他有一部分他准备要把他们全部都换掉。然后当然我觉得在台湾的角度的话，我们还是要因应啊，就是因为川普不可测，而且我们看川普对于格陵兰或者是巴拿马运河或者是其他国家一些态度，就是他没有在跟你讲什么友情的啦，没在跟你讲过去的情谊啦，也不会被你情绪勒索啦。只要他觉得现阶段他做这个事情对他有利，他就会做。那我们就反正就是要做好因应的准备啦。商人呢，他本质上还是个商人，他一辈子是商人嘛。只是最后才搞政治嘛，而且房地产商要跟地主啊，要跟政府啊，要各种的这个讨价还价啦，等等妥协啦，等等，所以基本上这个他从商人角度看，其实就是这样子。来，佩讲。我最近因为川普上任之后，连续签了80个行政命令，这实在是很惊人的。那我也是一直在听很多学者专家针对川普上任之后会做的事情。那有一个算是我记得是翁履中教授吧，他直接讲得很明，说你跟川普打交道，基本上来讲，你不讲价值，你讲价格。你基本上是跟一个黑道老大来讲打交道，直来直往，你有价格我们才能谈事情。而另外一方面来讲，其实刚刚元之讲的一句话我很认同，川普是所谓急公好利，不是急公好义，而这个公可能是对他自身的公平或对右派的公平，所以他签了这80个行政命令里面呢，有3点很重要的 no。第一个是 he doesn't spend any American money on foreign soil， 也就是他不在国外在花美国的经费，所以说未来很多像说一些国际贸易组织，他可能都会退出。第二个，他不愿意牺牲任何美国的军人在没有价值的战争上面，那这也很符合他在选举之间的想法。第三个其实很好玩的，我们会认为是说共和党是保守主义者，他们通常会喜欢战争，但是川普到目前讲法来讲是，他不希望制造战争，他希望制造和平，因为他是个商人，而且不制造战争不代表不卖军购。所以说，我从这80个行政命令里面，我挑出5个比较特别的。第一个是关税，他说要大幅度提高关税，但是他提高关税对象不是只有大陆哦，包括加拿大跟墨西哥，甚至未来台湾，他可能都会提高关税。因为这些国家这些主权都是对他有贸易逆差的，对他有贸易逆差，就是说美国对他有贸易逆差的这些国家，所以他想办法提高关税，把这些钱再赚回来。第二个就是针对说所谓的这个难民，他讲说对付难民，除非难民符合所谓的美国利益，才让他进来，所以他不会一味的跟拜登一样做所谓的人道主义。第三个是他停止所有的 DEI 就是所谓的进步价值，不管是多元文化还是平等，还是所谓的包容，他把所有这些 DEI program 都从联邦政府里面拿掉，这是另外一种我们称为所谓的右派革命，也就是所谓的保守派总算要在美国里面崛起。美国在过去几年都一直打着进步价值的大旗，这一点其实对我们未来有很深的影响。第四个，他要退出所谓的巴黎气候协定。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表示说，未来他对于环保这件事情，对于全球暖化这件事情，他会重新再评估。而中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只 declare 所谓的国家能源紧急状态，也就是说，他已经开始说。
他要开始开辟阿拉斯加荒野，针对所有的能源，不管是说石油啦、液态天然气，而且他也要停止所谓他觉得无用的海上风力。那最重要的是说，他会未来去 review 去检视所有在联邦的法规里面任何对于说能源开发上面有害的，对他有阻碍，他会全部把它停掉。总归一句话，我们看到未来川普可能不只是保护主义者而已，他最现实的，他是一个美国在地的优先发展为主的总统，而且他只有4年。美国宪法规定一个人最多只能做8年，不能再选。对，他没有连选得连任，而有一点我觉得很好奇的，就是说他也在就职前2天，他也讲说哪些人我不喜欢。虽然他以前在我的那个行政单位里，哪些我不喜欢，我们都见了。对，那我们3个人，对，我们刚好去见了庞斯。那其实对于川普这种有恩必报有仇必报的个性，现在马斯克是他的大部长，那个节省部部长。那我们见了庞斯之后，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台美关系可能会有很大的伤害。我们的立法院删掉3%的预算，台电那个不算哈，那是政策性的，而且搅成一团。马斯克说要删掉3%联邦政府的雇员呐，政府的公务员，他说他放话说要删掉3%哈。来，国成，我是觉得川普以前在选总统的时候，他大声疾呼啊，说他当选以后啊，这个什么战争要马上停什么。但是事实上，有时候我们大家都号称啊，川普他本来就是一个商场老手、国际计算师。所以我说实在的，他有时候今天讲跟明天讲话语会不一样。但是我比较有兴趣的说，他竟然敢说要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还有其他的国际组织，他明讲的，有一点我们值得可以去参考的。他自己也讲，政府部门里面公开的肥猫，我都通通要杀。那可能这个也就是他不喜欢的人就会杀了，喜欢的人就不会杀。那我们不可以否认的，就是川普他还是有 gas 的。那虽然是美国主义，但最起码的话，我认为他要做的，他讲得很清楚。那我是觉得这样了哈，我比较有兴趣的就是说，他连规定懒得就懒得，你的你的，我感觉到很兴趣。为什么懒得就懒得，你的你的，本来就是这样，所以他是反对多元的了哈。那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台湾政府过去跟那个川普整个接触是生疏的哦。是生疏的，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台湾未来关税的时候，你看川普在做事情，加拿大跟墨西哥，他第一个2月1号我就开征20%，那当然这个部分啊，25%，所以这个部分确确实实，川普是说得到做得到的，所以我们台湾在整个跟美台关系的关系可能要特别要留意，所以这一点我要呼吁我们台湾的政府如何未雨绸缪、因应之道。这个不是只有在对内找敌人，该做的还是要有因应之道。所以这个部分我要呼吁我们的政府绝对要非常小心去应对川普政府。川普现在做的第一天签的行政命令，其实都是他选举的政见。他选举是告诉我们我要做这些事情。对移民我要加严啊，我要这个加关税，他之前就讲了，所以换句话说，这很重要。一个政治人物哈，你选举的时候讲什么话，你必须要做啊。你赖清德很多时候选举讲的话，你都不做了，现在都不做啊，对不对？譬如说那时候他们也赞成84两表，8岁以上不要啊，这不选后他们就反对了，开始一直骂，很多都是当时他都同意的，哦，现在就反对了，哦，那你这算什么东西呢？美国有一个政治团体非常厉害，叫做 PAC（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政治行动委员会。就选举的时候，我支援、支持、捐钱给他的政见符合，比如环保。他选举的时候，我当选的话就环保努力，然后这个环保团队就捐钱给他。当选后他不是这样子的，这个 PAC 就开始会制裁他，也不捐他的钱了，然后呢骂他，就是你必须要把你选举的承诺，你必须要兑现嘛，否则选民为什么要选你呢？休息一下再回来。川普都喜欢搞个人关系，我跟习近平关系，我跟普丁关系，我跟金正恩的关系，
川普说北韩已经有核子弹了，你不能不跟他来往啊。而且我跟金正恩关系很好，他会欢迎我回来，金正恩会觉得我回来了很好啊。那而且呢，他公开向金正恩示爱，我们互相喜欢，听着有点恶心了。不过，那另外呢，川普问金正恩过得怎样啊？说北韩只有2句话报道川普的就职，也不多讲啊。那哪2句话呢？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他在去年11月选举当中被选为第47任美国总统，并于20号在华府举行就职典礼，就结束。也没有说我们金正恩也喜欢他啦，我们互相喜欢，没有讲这么恶心的话啊。那川普当然昨天就一开始要推出世卫，推出这个巴黎气候协定啊。那他说川普美国退出有世卫的预算会少20%。那川普当然也这样讲，我钱都靠我捐的，这联合国很多钱靠我捐的，表决我都输你啊。因为联合国是管你美国1票，非洲那些小国1票啊。那老共这个50-60年前就开始拉亚非拉这些小国，所以呢，这些小国都支持中国，所以你表决就输他。虽然他捐的钱比你少，但是表决他赢你啊，所以川普就很气啊，说我出多少钱，照理讲我就应该得多少权利啊，怎么我出那么多钱，最后呢没什么表决都输人家，算什么呢？那川普呢也退群那所以 WHO 恐怕会断炊那另外呢，这个美国驻联合国的准大使就马上要去当大使，参议院通过以后，他也挺退出世卫很好啊。因为中共控制了世界卫生组织啊，那我们干嘛去参加呢？那川普也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啊，他根本不承认，不认为地球暖化，那是骗人的而且呢，这个什么风电啊，什么我通通不要，我要挖我的油，挖我的天然气。所以老共真的要，或者我们台湾要跟美国地友也很简单，我买你的天然气，我本来跟其他国家，我现在跟你买，品质也许差一点。但是呢，没关系，这样是我平衡我的贸易嘛，因为那个是很大的钱了那另外呢，这个他重返石化能源，因为其实原来前几年世界上已经基本上不要石化能源了，但是他又要重新采取石化能源，对环境政策、气候政策全面翻转、全面的冲击那另外呢，川普说，普丁如果拒绝跟乌克兰谈判，我就制裁俄罗斯。因为他本来说24小时就要结束俄乌战争，现在显然不行，又搞了半年了那不过当然大家也注意到说，他可能可以解决，有可能解决。像那个泽伦斯基大概也知道，美国对他的援助不会像以前拜登那么多了那川普呢退出世卫组织，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然后呢美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然后呢，在美国出生的公民权都给你取消掉，特赦当时国会山庄的那些人员去闹事进攻的人员提高进口关税，能源也是紧急状况。你看它这个边境紧急状况，能源也是紧急状况，经济是紧急状况，所以可以设那个对外抽税的那个单位我们看一下。I was very friendly with him. He liked me. I liked him. We got along very well. They thought that was a tremendous threat.公开示爱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川普重返白宫，对这位老朋友念念不忘。Now he is a nuclear power, but we got along. I think he'll be happy to see him coming back. 刚就任美国总统，川普一边签署行政命令，一边聊天回答媒体提问。President Putin, sir. I'll be meeting with President Putin. When do you think? I don't know. I can't. It's being set up. 川普打算见普京，签下一系列的行政命令，包含暂停对外援助90天，重新评估，势必影响军援乌克兰。Zelensky wants to make a deal. I don't know. Putin does. He might not. I don't know. He should make a deal. I think he's destroying Russia by not making a deal. 川普说个没完，又提到基于国安需要控制格陵兰，还将古巴列为资助恐怖主义国家，并再度退出巴黎气候协定。What is this one? Withdrawing fro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ir. Ooh, that's a big one. 宣布美国退出世卫组织，顺便批评北京当局。We have 325. They had 1.4 billion. They were paying 39 million. We were paying 500 million.
seemed a little unfair to me. 川普连发行政命令，美国外交政策大转弯，国际局势也将大改变。川普确实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而且他颠覆过去我们认为说，美国是一个世界的霸主，但是呢，同时他也是兼顾着不管是能源、环保或者是多元性别这些进步价值议题的一个国家。现在川普全部都要把它打掉重练，全部走回头路。这个环保他也不要了，这个什么 ESG 啊、全球暖化他都不管。那这个电动车他也取消了补助，然后回到这个石油国家的生产国。当然，这对于美国经济确实是有帮助，因为这个可能有效的可以降低美国的通膨。可是另外一方面，过去我们所认为的这个世界上大家要一起努力的这个全球的环境的不管是北极熊的议题啊等等的这些议题，美国现在完全双手一摊。那这个对世界会是一件好事吗？那另外大家也会认为说，多元性别的议题长期以来不管是男生女生等多元性别认同的价值，也一直都是大家现在认为是一个可以肯定，而且是愿意去这个普遍认同的。现在川普也全部都不要了，只有男生跟女生，其他的性别议题他也都不管了。那我觉得这在美国内部可能会有一个新的一个论战，所以可以看到川普的民调，他上任之后，这个民调的支持度并没有过半，也就是说这个议题其实是长期来美国所支持的，但是现在分化成为两半。那另外，川普所谓的对于中国要科关税这件事情，大家都在看嘛，原本讲的很硬的60%，现在不仅只剩下10%，而且施行的日期呢，现在可能延到2月1号。那到底会不会真的施行，或者这个实际的状况会是怎么样？其实到目前为止，川普还是没有松口。所以我觉得川普是硬的越硬，软的越软。尤其对金正恩、对普丁、对习近平，他都保持一个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友善，而且可以沟通、释出善意、橄榄枝的这种态度，跟过去大家所认为的美国总统跟他们是敌我分明、泾渭分明的态度是截然不同。那我觉得这就是川普的性格，他有一个商人的性格，他认为只要你愿意跟我提供对美国有利的价值或者好处的话，不管你是谁，我们都可以坐下来谈。那就看习近平未来怎么样去接招。这也是我认为说川普他上任之后，中国不会好过的原因。因为另外卢比欧他也在开这个国防的安全会议，有4方会谈，也同样召集了其他国家，对于中国长期以来可能对周遭国家可能用武力或其他的方式引发战争等等的这些威胁，同样的也采取了动作。所以我觉得对于川普来讲，他什么都有做好预先的准备，就看你中国要不要接招了。好，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他取消在美国出生就是美国公民的这样的这个宪法规定的的这种这种权利啦，算是权利哈。所以很多女人这个去到美国去生孩子啊，因为肚子不大就把它遮起来，这个到美国去在那边等生，这个都不算。18个州去告他，18说你这违反宪法了，宪法的这个修正案已经有是在美国出生是属地主义嘛，反而美国人在海外生的孩子不能选美国总统。因为你只要不在美国出生，就不能选美国总统。所以他说我不担心马斯克，他不是美国出生啊，南非出生，他不可能这个在美国选总统啊。那他把这个行政命令，很多人很关切这个，因为每年到美国去生孩子人蛮多的了哈。那他的民调呢，这个路透社这个 Ipsos 做了47%，说因为通常刚就任美国总统，大家都给你机会，台湾也是一样啊。对不对？你也许赖清德这个只有40%当选了，但是做民调都有60%、50-60%支持他，因为觉得说，哎呀，你当选让你做嘛，等等哈。但是呢，他47%是有史以来其实最低的哈。来，你怎么看？这个川普他要取消这个出生即美国人的这样子的身份主义的规定，他必然会在美国国内呢引起了极大的这个争议。然后还有包括呢，他对于像比如说就是性别上面，他现在讲就只有男性只有女性它也会引起社会上面呢很多呢希望能够在推动多元性别的这些的群体上面的如果抗议最关键的就是他在驱赶移民的部分，他必定是他在采取强势的驱赶手段的过程之中，也会造成美国境内的分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他在内政上面着眼的这些的议题呢，都为他未来这个施政的争议呢埋下了非常矛盾冲突的因子在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另外一部分呢，他就抓紧了外交的这一块哈，否则的话是没有什么道理啊。在美国国内呢，有这么多的议题亟待处理的时候呢，他却华尔街日报呢却透露，他希望在就任的100日之内访问中国大陆。他似乎呢想要借由外交上面的一些的进展啊，来去平衡他在国内的这些施政上面的产生的一个争议。那我们看到呢，他今天呢谈到金正恩这个部分。他向来都说他跟金正恩互相的欣赏，大家还记不记得他在这个第一个他的任期的时候，他说他们两个互相的通信，他说那是 love letter， 好是情书哈，而且呢他还把金正恩写给他的情书，在他卸任的时候呢带回了他的海湖庄园啊，所以后来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就金正恩的角度来讲，当然是比较欢迎川普的当选，而不是贺锦丽当选啊，因为呢在拜登的4年任内，他完全都不理会北韩。不管北韩呢发射什么样的导弹啦，发射那种粪便的气球啊等等，做任何的这个骚扰这个南韩的举措，炸毁了两边的38度线的一些和平的一些象征和那个设施呢，那个拜登呢都置之不理。拜登呢他就是吃定了这个北韩，他不敢采取任何的真的是冒进的举动哦，否则呢他就会遭致到毁灭性的冲击。可是金正恩呢，真的是一个不容小看的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我觉得他也是一个精算师啊。他在这么国际环境对他如此不利的条件之下，他借助俄罗斯的力量，改善了他们的卫星发射的能力，同时呢又取得了在核武上面的进展，然后他派兵呢到这个俄罗斯去哈，然后在乌克兰的战场上面解决了俄罗斯呢兵源不足的困境，也使得他在未来的谈论有关于俄乌战争的终结的时候呢，北韩的这股的力量呢变成不容小觑啊。习近平跟普丁呢，在川普的就任的第一天呢，就视讯通话，当然是有非常深刻的意义的啊，就说。当这个川普当选之后呢，有一些的这个分析呢是很担心说，川普呢会联俄制中啊，分裂这个中国跟俄罗斯非常紧密的关系。但是呢，我们现在呢看到普丁和习近平这样的一个举措，然后要全面的深化彼此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就显示出来说。在一个川普呢要捣乱这个世界的这个秩序，重新要来大洗盘的时候，这些呢利益相近的国家，他们彼此呢就先抱紧在一起了。在川普上台之前的时候，伊朗才和这个俄罗斯呢，也是签订了这个全面战略伙伴协定啊，表示呢这些呢被川普盯上的国家，他们基于彼此的利益的需要。然后团结在一起呢，要采取一个共同的立场来应对川普接下来的这个举措，先不让自己的利益呢被分散。可是相形之下呢，川普呢却对于他最亲近的，不管是加拿大也好、墨西哥也好，或者是欧盟也好啊，采取要来这种关税来对待。所以对于川普的2.0的起步来说，现在呢国际呢都等着看。川普呢下一步是如何的出招？而他的一个关键的点呢，就在于俄乌战争的停战的协议里面，中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俄罗斯能够拿到多少？然后美国又会做多少让步？川普跟北韩的金正恩那么互相眉来眼去啊，什么公开示爱的时候呢，川普还笑南韩。你们都说我很混乱，你看看南韩现在什么情况？他就取笑南韩，南韩跟他其实蛮近的，尤其那个尹锡悦是跟他很好的哦，这个联美抗中，就是联美远中的，就被他这样嘲笑。休息再回来。